之前的视频我就跟各位讨论过一个问题：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拦得住美军？最后得出结论，只有外星人才拦得住。不少朋友听完将其当作笑话，伊朗人也把它当作笑话。他们守着霍尔木兹海峡，两岸装上数不清的拒止导弹，不正把美国海军拦得死死的？甚至不少伊朗人还在 X 上大喊，别说3航母集结，哪怕是300航母集结，也无法突破他们打造的铁王八。结果他们很快成了笑话。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就在5月4日，美军2艘神盾舰突然发威，在阿帕奇火线的掩护下，直接强渡霍尔木兹，号称无法攻克的海峡当场被穿了个底朝天。伊朗军队懵了，美军怎么不按常理出牌？我要验牌。那么这个强渡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过程到底是怎样的？那2艘把伊朗拒止导弹当玩具戏弄的神盾舰又到底是什么来头？要看懂这场自由计划行动的含金量，我必须再带大家回顾一下霍尔木兹海峡那易守难攻的地形。海峡不是宽阔的太平洋，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又是出了名的窄，这里的深水航道宽度只有几公里，军舰在这里航行就像一辆重型卡车开进了单行道，正常通行都要小心翼翼，更别说进行什么大幅度的规避机动。伊朗人想得很明白，他们直接开启非对称饱和防守，用极低成本的武器填满美军的拦截通道。美军大可以随便发射导弹清理，但炸完一批，伊朗人又再放一批，反正这玩意儿不值钱。面对这种死局，美军中央司令部首先冷静下来。此前他们紧急调度了3大航母打击群集结中东，向伊利降实惠，直接将霍尔木兹平推。单看伊朗军队一副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只好先把10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留在安全区。毕竟航母虽然搭载了几十架战斗机，但它体型太大，转弯半径动辄几公里，把航母塞进海峡，等于给伊朗的岸基反舰导弹提供了一个无法错过的雷达反射源，这个险傻子都不能冒。不过五角大楼并不习惯坐以待毙，他们翻开了驻中东舰队的花名册，挑出了2把最锋利的尖刀，特鲁斯顿号和梅森号。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们脑海中形成。之前所有人都曾断言美军无法突破委内瑞拉，那他们就把马杜罗抓给所有人看。现在所有人都不相信美军可以突破霍尔木兹海峡，那他们就强渡给所有人看。只是这2艘船都是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美军为什么选他们？回答这个问题前，我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美军强渡霍尔木兹海峡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通过上面的分析，不少人恐怕脱口而出是低成本饱和式攻击，而这2艘船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应付苏联红海军的饱和式导弹攻击。尤其是梅森号，它是人类海战史上为数不多的真正拥有实战反导经验的水面舰艇。早在2016年，它在也门海岸巡逻时，就曾遭到胡塞武装发射的反舰巡航导弹袭击。当时梅森号的雷达系统瞬间完成解算，自动发射了标准2和改进型海麻雀防空导弹，在实战中成功将其凌空打爆。派这2个实战老兵去护航，说明美军对即将到来的火力碰撞早有着精确的计算。他们手里拿着一副伊朗军队想破头皮也想不明白的王炸。5月4日，当2艘驱逐舰护卫商船进入海峡的狭窄水域时，伊朗的攻击开始了。这种攻击不是杂乱无章的乱打，美国国防官员使用了高度协同这个词儿，意思是伊朗试图在同1秒钟从空中和海面同时让数十个目标进入美舰的防御圈，天上是自杀式无人机和反舰导弹，海面上是满载炸药的高速快艇，海陆空被塞得满满当当。当时的伊朗军队大概认为，别说美国海军，哪怕是一只美国蚊子也别想冲进来。但是他们显然小看了伯克级驱逐舰的威力。伯克级驱逐舰的核心是剑桥四周那4块八角形的 AN-SPY-ED 无源相控阵雷达。当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刚刚脱离发射架，甚至还在爬升阶段， SPY-ED 雷达发射的电磁波束就已经扫到了它们。传统的机械雷达转一圈需要几秒钟，而相控阵雷达依靠电子束偏转，可以在1秒钟内扫描几百次。雷达捕捉到目标后，瞬间将坐标数据传输给舰体深处的宙斯盾作战计算机。计算机在0点几秒内完成几项工作，剔除海面杂波和飞鸟的干扰信号，计算出每一个目标的飞行速度、高度和弹道轨迹，根据目标对军舰的威胁程度进行致命性排序，为垂直发射系统分配拦截弹。这是纯粹的算力碾压。伊朗人试图用数量塞满雷达，
但宙斯盾系统可以同时追踪并处理多达数百个目标。随后，甲板下的垂直发射井盖弹开，标准2中程防空导弹腾空而起。它们在飞行初段和中段完全由驱逐舰的雷达通过数据链进行无线电指令引导。到了末端，距离目标几公里时，驱逐舰上的 AN/SPG-62 照射雷达突然开机，射出一道极细的雷达波束，死死锁定伊朗雷达。标准2顺着这道雷达波精准地撞向目标。几声巨响过后，天空中的高价值威胁被清理干净，但战斗还没有结束。挡住了天上的导弹，海面上的伊朗快艇狼群已经逼近了。几十艘小艇吃水浅，速度快，雷达反射面积极小，他们试图穿透防空网进行自杀爽击。面对这种铁脸肉搏，驱逐舰的垂直发射系统显得大材小用。虽然有密集阵近防炮，但射程只有2-3公里，一旦让快艇靠近，风险极大。这时，美军祭出了这次行动中最反常规的一张牌，从驱逐舰的飞行甲板上升起美国陆军的 AH-64 阿帕奇重型武装直升机，把陆军的直升机搬到海军驱逐舰上打海战。这是美军在波斯湾摸索出的独特战法。为什么用阿帕奇？因为它就是为了反装甲和清理地面零散目标而生的。把它放到海面上，那些没有防空能力的小快艇简直就是送上门的靶子。战斗过程没有任何悬念，阿帕奇直升机悬停在驱逐舰外围几公里的低空，它的长弓雷达和光电瞄准系统可以清晰地锁定海面上高速移动的白浪。飞行员通过头盔显示器定住目标，机头下方的那门 M230 30毫米单管链炮自动随动转向。这门炮的射速虽然不如 A10 攻击机的加特林，但每分钟也能打出600发高爆双用途弹。炮弹砸在玻璃钢制造的快艇上，瞬间就能将其撕成碎片，引爆快艇上的炸药。如果快艇距离较远，阿帕奇的短翼下挂载着地狱火反坦克导弹。这种采用半主动激光制导或毫米波雷达制导的导弹，命中精度在半米以内，打一艘几米长的快艇完全是杀鸡用牛刀。在驱逐舰火炮和阿帕奇直升机的立体交叉扫射下，伊朗的快艇狼群根本无法突破外围防线，只能在海面上化为一团团火球。纵观整个强度行动，美军不仅没有一艘船受损，甚至没有让任何一个爆炸物接触到船体外壳。根据自由时报消息，美方证实2艘驱逐舰均未被任何导弹和无人机击中过，也没有任何投射物接触到船体，主打一个乱花丛中过，片也不沾身。这就是体系化作战对单一非对称战术的碾压。了解完突防的细节，我们再回到霍尔木兹海峡本身，仅仅靠2艘驱逐舰和几架直升机就能逼迫伊朗在后续几天里不敢再轻举妄动吗？但我认为答案自然是否的。但这2艘驱逐舰为何还敢在海峡大摇大摆地行驶？他们的底气来自于部署在他们身后的庞大到令人绝望的后续兵力。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传播动态追踪，为了支撑这场自由计划，美军在中东的排兵布阵已经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口袋阵。在阿拉伯海方向，2艘10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林肯号和布什号正在持续游弋。这不是2艘普通的船，这是2艘漂浮的空军基地，他们的甲板上停满了超级大黄蜂、F-35C 隐式战机以及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如果伊朗的岸基防空部队敢在海峡周边大规模开机锁定美军驱逐舰，航母上的战机可以在半小时内到达战场，投下 JDAM 和反辐射导弹，直接把雷达阵地抹平。除了航母，2栖打击群的调度同样致命。迪里波里号2栖突击舰已经在阿拉伯海待命，这艘被称为闪电航母的战舰搭载了大量的 F-35B 垂直起降战机和海军陆战队，而另一艘满载着海军陆战远征部队的全师号也不是简单的人物。在今年3月下旬，他就从美国西海岸圣迭戈8锚起航，穿过浩瀚的太平洋，越过菲律宾海域，目前已经杀入了北印度洋。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尽快与林肯号、布什号航母以及迪里波里号会合，组建一个包含2艘核动力航母、2艘重型2栖突击舰的巨型海上打击兵团。这种兵力密度意味着美军在中东海域随时可以起飞超过100架具备隐身和精确打击能力的战机，可以在不依赖任何陆地基地的情况下，对伊朗纵深的导弹工厂、地下指挥所和海军基地
发起连续数周的高强度空袭，并且拥有随时在海岸线投送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进行夺岛或破袭的能力。不过这还没完，前段时间大家应该都在关注那个创造了部署时间记录的福特号航母，它在地中海和红海高压部署了超过300天，这大大超出了常规航母6到8个月的部署周期。为什么这小子要硬撑着不走？因为美军必须等待布什号航母抵达中东完成交接，确保在任何1秒钟，中东战区都有至少2艘美军航母维持绝对的武力威慑。现在布什号到位了，福特号终于脱离了地中海东岸的防区，正在巴尔干半岛附近航行，准备横跨大西洋，返回诺福克海军基地进行深度大修和人员休整。这种无缝衔接的全球兵力轮换体制，才是2艘驱逐舰上天入地，谁与争锋的底气。当这套庞大的战争机器全速运转时，外交上的口水战就显得毫无意义。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古伯直接向全球航运公司公开喊话，航道已经打通，交通流量可以恢复。德黑兰当局虽然在媒体上否认有商船通过，甚至反咬一口，指责美军违反停火协议，但他们的岸基导弹部队在面对2艘突进海峡的驱逐舰时，最终选择了沉默。沉默是金，他们很清楚，开火拦截不仅打不中，反而会立刻招来游曳在阿拉伯海上那几百架战机的毁灭性报复。这种报复，俄罗斯招架不住，任何一个中等国家都招架不住，至于伊朗更招架不住。总的来说，自由计划这一战，美军赢得很漂亮，但我们不得不注意一个问题：驱逐舰能防住导弹和快艇，是因为美军体系健全、雷达先进且弹药充足。但如果伊朗的无人机成本降到几百美元，数量从几十架增加到几千架呢？伯克级驱逐舰的96个垂直发射井终究有打空的时候。现代海战打的既是技术，更是算术。用几百万美元的标准导弹去拦截几万美元的无人机，在战术上是成功的，在战略成本上却是亏本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军正在疯狂测试激光武器，测试定向微波干扰系统，试图找到一种不用消耗昂贵实体弹药就能解决无人机蜂群的物理手段。霍尔木兹海峡的这场强度，只是海权大国与地区非对称战力之间漫长技术较量的第一回合。只要全球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还在，这条狭长的水道就永远不会缺少雷达的照射和火炮的轰鸣。好了，本期关于美军自由计划行动的分析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面对美军神盾舰加武装直升机的组合防线，自杀式无人机和快艇的蜂群战术是否已经彻底失效？在未来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海战中，传统的水面舰艇该如何解决防空导弹被廉价诱饵耗尽的致命短板？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见。